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大家好，我是 Sunny Claus 波特莱恩。我是 Violet 波特莱恩。这个是什么梗？一部电影，这个是影集梗。这个是他们在暑假的时候在追的一部影集大家可以猜猜看。如果大家有在看这个影集的话呢，可以来留言跟他们交流互动一下。好，那请 Jessie 跟 Ian 来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者。谢谢美玲阿姨、佩佩阿姨的赞助。欢迎回到和孩子谈钱这个节目呢，今天是2021年的7月9号，也是我们第8集的节目。那在上一集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给孩子的退休计划。那为什么要执行跟推广这个计划呢？有2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讨论过的，因为把钱存在银行的利息实在太低了。不过呢，严格来说啦，其实利息低也没有关系，因为最起码不会亏钱。那如果你去投资的话呢，因为其实投资也没有保证是一定赚钱的。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前几年你们要用压岁钱买 Switch 的时候我请你们要先存钱去买 ETF， 然后用剩下的钱才能够去买 Switch。然后那时候姐姐还抗议，你还记得吗？我记得我抗议说干嘛去存钱会亏钱。把钱，你那时候抗议说，如果去买股票、买 ETF 可能会亏钱，为什么不存在银行就好？那为什么我们后来是决定要冒险，冒一点险也要去投资 ETF 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今天这个节目要跟大家来讨论的，就是通货膨胀。那什么是通货呢？所谓的通货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钱正式的名称就是货币或者通货。所以所谓的通货膨胀其实就是钱膨胀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你们要不要猜猜看？爸爸小时候吃一碗，我最喜欢吃那个炸酱面，你要不要猜猜看？小时候我吃一碗炸酱面要多少钱？10块。答对了，10块钱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外面点炸酱面要多少钱？1000块。哪有那么夸张？那阿公他们那时候不就是1块？我不知道，阿公那个时候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呢，现在我们刚才讲，现在大概一碗炸酱面大概是40块左右那爸爸小时候一碗是10块钱，在阿公那个年代可能又更便宜了。那再来猜猜看，我小时候像你们这样国小的时候剪头发一次多少钱？100块。错。50块。再少一点。40块。很接近。30块。差不多30块30块35块差不多那是我小时候剪头发的价格。那现在呢，你们剪的最便宜的一次大概也要100块，有时候还要200到300块那再来猜一个小时候的便当爸爸小时候很喜欢吃便当，让你们猜我小时候便当多少钱？我要反驳你，现在也很喜欢吃便当20块。我小时候一个便当大概也是跟剪头发差不多35块到40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便当大概多少？有概念吗？20块。现在我是说现在100到200。对现在便当便宜的可能80块那贵的150到200多块的都有。原味厨房的餐厅那里有些的是60几块。原味厨房的鸡腿很好吃，爸爸最爱吃。我们没有要帮原味厨房做业配不过如果需要的话也欢迎来联络我们。好，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小时候爸爸小时候这个买东西吃的东西这个钱好像都比较便宜，但现在呢都变贵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概念就是东西变贵了，那我们用同样的金额能够买到的东西就变少了。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通货膨胀吗？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卡玛丽达，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去逛小吃街，然后他就看到一个他很想要吃的那个炸热狗，
然后可是他的零用钱不够，他昨天才刚用完零用钱，所以他就开始去存钱，然后之后存到钱的时候，他又去找那个老板说他要买，可老板就跟他说不行，涨价了，你要给更多钱。然后呢，卡纳瑞塔就问说为什么？然后老板就说因为呢大家都不吃来猪，所以其他的猪肉就变贵了，然后要做热狗的人买热狗也变贵，然后要炸热狗的人买热狗也变贵了，所以呢自然就会涨价啦。好 Jessie 刚刚的故事其实蛮有概念的，传达了这个涨价物价上涨的状况。那我也来补充一个小故事来进一步的来解释。那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面的人呢都把贝壳当作钱来使用。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渔夫在打鱼的时候，意外的在海边里面发现，哇，很多可以拿来当作钱的这种贝壳，他突然就发财了。可是呢因为渔夫他住的这个村庄里面有其他的农夫或者是猎人负责种田打猎，他们所这个种植的这些稻米农作物，或者说打猎的这些动物其实都不会突然增加。所以在这个村庄里面，其实大家能够买的东西基本上还是蛮有限的。那渔夫这个发财了之后呢，他就不想要再每天辛苦的去捕鱼啦，所以呢他就开始大量的收购其他的这些食物跟物品。刚开始其他的村民还没有发现只觉得这个渔夫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买这么多东西那因为呢渔夫买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们的收入也都提高了，觉得很开心。可是他们慢慢也发现说因为这个村子里的东西是有限的，那渔夫呢买了很多很多之后呢，其他人能够买的相对就变少了，所以这些村民就发现他们虽然空有这些贝壳钱，可是其实买不到什么东西耶，所以他们就开始学这个渔夫开始去抢购剩下还可以买到的东西甚至于不惜的把价格提高所以呢后来这个村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贵，就形成了一个通货膨胀这个也是通货膨胀呢在一个国家或在一个区域里面呢会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虽然我们说把钱存在银行里面不会亏钱，可是如果一直把钱存在银行过了很久很久，例如说10年20年甚至30年，那等你有一天你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银行给的这些利息跟不上我们刚刚说的通货膨胀增加的速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像现在如果100块买一个便当，那以后呢你领出来的时候可能只能买半个或者像我刚刚说的，我小时候呢剪一个头发是30块，但是到今天如果你是钱一直存在银行，你用30块剪一个头发可能剪不到一半就会被这个理发师赶出去所以只剩半颗头是剪好的，半颗头还没有剪那就很好笑了。所以呢把钱存在银行里面看起来不会亏钱，但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我们未来的东西可能只会越来越贵，所以我们能买到的分量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缩水，这个就是通货膨胀可怕的地方。那我也呢从网络上找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代表台湾在过去40年来一个通货膨胀的情况，那正式的名称叫做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指数的意思就是政府把这个全国的商品跟服务把它统整的做了一个统计。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上面过去40年来，其实台湾的这整个的物价上涨了将近1倍以上所以呢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服务拆开来看，例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食物理发各种的服务它的涨幅可能不止1倍了但是我们把它整体的总合起来看呢，上涨了将近1倍，而这个趋势呢未来还可能会继续的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宁可冒一点险也要去投资 ETF， 就是希望能够维持我们的钱的购买力也就是买东西的这个能力不会被通货膨胀给吃掉。而且实际上根据历史的统计资料，如果你们长期去投资这个 ETF， 其实赚钱的机会是很高的就像我们去年虽然经过了这个疫情
病毒的疫情造成这个全球股市大跌。可是现在呢，有疫苗的发明，大家的生活又慢慢恢复正常之后呢，股市也都恢复了上涨，所以你们的 ETF 才能够又获利了。而且你们投资 ETF 赚钱的速度会比通货膨胀增加的速度更快。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请你们先拿压岁钱来买 ETF， 先投资再去买其他东西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一个国家的这个通货也就是这个所谓的钱跟货币是由政府来统一发行跟管理的。那政府会努力的把这个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稳定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很缓慢的，一般人其实不太有感觉。通常是像我这样子，爸爸经过了20年甚至30年再回头来看才发现，哇，原来东西变这么贵了。但是还有一种特别的通膨是发生在战争或者动乱的国家，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例如说几天那价格就很快的出现波动，甚至于在1天之内就有出现不同的价格，这种呢就叫做恶性通膨。举例来说在西元1920年，就是大概距离现在将近100年前那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呢，很可惜战败的国家叫做德国，那他们就发生了这个很严重的恶性通膨。那个时候呢，有人去统计他们的这个物价每48个小时就增加1倍，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面包早上卖30块，过了2天呢就变成60块，再过2天呢，哇，又增加1倍变120块。所以因为物价呢这个暴增的太快，让大家呢只想要赶快把手上的钱换成必要的这些食物或者用品，所以呢到后来反而又变成退化成这种以物易物的世界。这个恶性通膨也是我们希望避免的情况。好，那另外呢还有一种跟这个通货膨胀相反的情况，叫做通货紧缩，也就是呢东西会越来越便宜。那我问你们如果东西越来越便宜是不是很好？你们觉得嘞？对啊，看起来好像东西变便宜的比较好，可是这样会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觉得说是不是东西以后会越来越便宜，那这样子我现在先买的人是不是就买贵了所以就会变成说大家都不想要先买宁可等到以后更便宜的时候再买。这个时候呢，商人就会囤积很多东西卖不出去，然后那些生产制造的工厂也会停止或减少生产。那就像现在的疫情很多的餐厅因为没有办法营业，所以呢这些厨师或员工就暂时没有工作跟收入了。那如果说各行各业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这个经济跟社会问题所以通货紧缩乍看之下好像很有利，但实际上也不见得是如此。不过坦白讲啦爸爸长这么大还没有真正经历过所谓这个通货紧缩的世界。就算有这个物价下跌，通常也是短期的现象，而不是长期的趋势。所以呢，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其实比通货紧缩更值得我们留意。那从这边我们也可以了解，就是说其实这个物价不管是大涨或大跌，对我们来讲都不见得是好事情最好是保持稳定，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轻微的通膨，这个也是我们的政府在努力的一个目标。好，那么节目的尾声呢，又到了大家期待的这个冷笑话时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Jessie 跟 Ian。有一个人被告到法院去，因为他骂邻居是猪，然后被罚款2000元。然后那个人就抗议说：“法官先生，上次我同样骂人家是猪，却只罚了1500元呀。”然后法官先生就摇头回他说：“很遗憾，我无能为力，因为最近国内猪肉涨价了。”台风天要带几块钱才能出门？台风天干嘛带钱？钱会被吹走吧？答案是什么？答案是4000万，没4000万不要出门。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请大家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及开启小铃铛。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收获的话，在讯息栏的地方也有赞助的连结，欢迎给我们一点鼓励哦。
谢谢大家，哦吼！祝大家防疫平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